离开了马六甲，我来到了马来西亚的新山，这里又称作新加坡的后花园。每当周末来临，新加坡人就非常喜欢前往新山进行消费购物。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一次消费挑战，看一下马来西亚人一天的工资可以在新山怎样消费呢？朋友们好，我是小林，今天要前往马来西亚的最后一个城市了，新山。现在我已经在大巴车上了。新山是距离新加坡很近的一个城市，可以说跟新加坡就只有一个海峡之隔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40，刚刚从马六甲发车。我查了一下马来西亚的人均 GDP 吓我一跳，一个月的人均 GDP 是7400元人民币左右，只比我们国家低那么100-200。所以我就有了一个计划，我打算用他们一天的工资，然后在新山消费一天，看一下他们的一天的工资的消费力。我算了一下，一天的工资是折合人民币是247人民币，也就是152令吉。到了他们的服务区，这边有个厕所，然后还有卖一些小吃的摊摊。买了一点水果，芭乐、哈密瓜和西瓜。这3个水果只花了7马币，好便宜啊，朋友们！又买了一瓶水，我以为是矿泉水，没有想到它是有气的。这喝起来像啥呢？有点像雪碧，但是我看了一下热量表，并没有加入很多的糖。到达了新山，现在车站里边看看，没什么吃的。到达了新山，咱们152马币之旅正式开始。就从今天晚上到达的时间，现在是北京时间，也是马来西亚时间的8点，到明天的8点，看这24小时能消费多少钱，能不能到达152马币。朋友们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富有啊！以前都是100人民币的挑战，现在突然间多了2倍还多。我在这个车站找了一间吃印度食物的。我在马来西亚对印度这个饼特别感兴趣，这个他们当地的马来语也叫 roti。印度飞饼，左手不能用左手，左手是不洁之物。他们这个饼还挺好吃的。吃饱准备坐公交去。他们这个坐巴士好难啊，我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，在这个巴士站问了好几个人，然后是这辆车的下一辆。我们现在是在这里，他们的一个交通枢纽叫 Rocking Center， 然后要去他们的市中心叫 JB Center。刚才车来了，没让我上去，因为这一辆车是免费巴士，但是只提供本地人的免费巴士，要我等下一辆。好吧，没这么复杂。来了 ，Go。Okay. How much? Okay. Oh, thank you. 居然用 Visa 卡可以。我一直觉得出门在外，攻略就长在水上的，你可以不用提前去查那么多资料，提前去就是这里到那里怎么走，网上肯定是有攻略的，但是我不怎么愿意去查，我更想用自己的视角，然后自己去亲身的去问出来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要把攻略放一放，自己去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锁这个世界。你们到车站乘坐 T10这个公交车就可以了，或者更有效的就是问当地人。朋友们，今天我没有订青旅我订了一个酒店，我们一起去开箱一个酒店。这酒店的价格我订的时候特别优惠，后面再去看价格就翻倍了，还可以跟我心里预期的好很多。看看这儿。环境还可以哎，
我原先以为很便宜的，我想到他们这边每间房有10令吉的一个税。来解锁一下今天我们订的房间，噔噔，跟我预期的一样，是一个小房间，床的目测只有1.5米吧。这个是卫生间，空间也比较局促，但是好在还挺干净的，半干湿分离。有一个挂衣服的地方，衣架。这个是咖啡伴侣糖，这咖啡这怎么都皱巴巴的。有一个杯子，酒店的杯子你们尽量不要用来喝水。现在你们猜一下，这个晚上多少钱？不含税的话是马币78，含税的话是马币94块钱。但是呢，明天他们这边马房了，明天我又要换地方。哇，累死我了！还有其他给你们剪视频的。今天花的钱非常少啊，才4.5马币。我也不打算出去了，现在已经快10点了，准备开始工作剪视频，然后明天再去转悠。朋友们，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，已经退房了，因为这个酒店满房。今天是周末，周末的话呢，很多新加坡人会来新山这边度假，来过个周末。因为这里相对于新加坡，物价可以说直接减半。他们很多人会来这里加油买东西购物甚至于按摩吃饭等等。只有隔着一条海峡，然后有一条桥连通，那条桥多长呢？只有1公里。新山还是挺繁华的呀，我要挑战一下自己，我去化缘一家5星级酒店，不知道能不能化缘成功。今天如果化缘成功，咱们就住5星级；如果今天化缘不成功，咱们就住青旅。青旅就在那个5星级酒店的对面。第一次做这种事情，心里还有点忐忑。Luis? Yes. Luis? Yes. You? Yes. Can you speak Chinese? OK. 是这样子的，我想跟你们谈一个合作，不知道行不行？我刚才把意图跟他们说了，看一下他们能不能让我入住。朋友们，告诉你们结果。今天晚上呢，他们说房间没有了，但是今天晚上他们邀请我一起吃一顿自助晚餐，混到了一个自助晚餐今晚订了一个青旅，这家青旅还可以。这是他们的一个公共区域还可以朋友们。哇，这是青旅房间里面4个人一间的。这个床也比较大一点。这间青旅也不便宜，一个晚上要124人民币。我觉得马来西亚的青旅都不便宜。有一点得吐槽的，它这个公共区域没有空调。给你们看看新山的街景，前面就是很著名的程序年什么古街。马来西亚这边虽然很多种族都有，像印度人、中东人、华人，但是呢，我发现他们互不串门。在华人的餐馆也几乎看不到印度人在里面吃饭，在印度人的餐馆也几乎看不到咱们华人。但是他们在这个地方，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圈子，相安无事的生活着。马来西亚的各种茶餐室特别多，随便找一家都挺好吃的。这一家面包店几乎是新山最出名的一家。每天都排队，但今天没排队，咱们就买一点吃吃看。我看攻略的时候也搞不懂，为什么一家蛋糕店能够那么火爆。然后香蕉蛋糕是椰丝是最推荐的。OK， 香蕉蛋糕跟椰丝。这个香蕉12块。好的，你们这是用炭火烤的吗？都是啊。看起来平淡无奇待我吃吃看。一直都有人排队，但是恐怖的时候会排到后面。3姐妹，1968年，这边来吃吃饭。
双牛油咖椰，这看起来不错。马来西亚这边店他点东西，他要自己写的，就是看到上面的代号，然后自己写。审核服务员在我旁边，我挑了半天，很尴尬。看看隔壁买的蛋糕，先擦擦小手，它好有弹性哦。哇，特别原始、特别古早味的味道。但是夸大到整个新山第一的美食还不至于。全部上齐了，共点了4样。这个是黄油咖啡，在黑咖啡上面放一片黄油，这是马来西亚经常有的牛油咖椰吐司。然后这个是勒萨，他们的招牌勒萨。它怎么有点甜？它跟槟城的拉萨就不一样，它这个是带着椰香，而且是稍微有点甜口，果然是招牌，好吃。买单25.2。前面就是新山很出名的一条文化街了，叫陈旭年文化街。我们简单逛一逛陈旭年文化街。这个街上怎么这么空呢？都没有什么人呢。这还是一个景区的一条街呢，很诡异啊，朋友们。好空啊，空荡荡的。在马来西亚，斑马线特别少，但是呢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手上有斑马线，用手来过马路，这样过马路的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知识的话，司机是不知道你要过马路的。朋友们，前面就是跟新加坡相隔的那一条海峡，距离真的非常的近啊，肉眼可见新加坡就在面前，就是一个国界线，对面就是新加坡，这边呢就是有一条桥，看到了吗？那有一条桥。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前往新加坡了，有点舍不得马来西亚的。哎，主要是新加坡好贵呀！你们知道这一河之隔的 GDP 差距有多大吗？7倍。但是这是属于新加坡啊，比较郊区的一块地。新加坡比较繁华的是要到岛的那一头去。GDP 相差7倍，物价是不是相差7倍呢？很快啊，我们将去新加坡去一探究竟。这我才注意到这里的旗都换了。这里的旗都换成新加坡旗了，有的时候过节的时候你们要注意，按一下这个按钮，它才会变成绿灯。绿灯啊，哥们儿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刚才看了一下，那辆大车一点都没有要停的意思，好怕怕，好吓人。新山华族历史文化馆。这里有说到甘蜜胡椒是他们曾经的一个支柱行业，到了20世纪初就被塑胶所取代，甘蜜从此销声匿迹。现在整个罗佛连一棵甘蜜树都没有。甘蜜就是这个，它看起来有点像木头。幸福电视无线电是修理旧电器的一个地方。好久没有看到这种修旧电器的店铺了。这么老的、这么漂亮的一个房子，居然卖的是炸鸡。我们来一瓶水吧，一瓶水2.7马币，士必胜天然矿泉水。我有点恐慌，据说新加坡的一瓶水要10几块人民币，赶紧多喝点。打一辆车13.39令吉，可以用支付宝啊到玻璃新都庙。门票10马币，来到了这个玻璃新都庙，这全部都是用玻璃做的，有30万个玻璃呢。这里面没有游客，他专门为我打开了。开灯了！全世界最大的玻璃印度教寺庙，
玻璃的效果一闪一闪的。Excuse me. 7 o'clock it is open. Cannot open. Cannot open. 5 o'clock only. 5 o'clock only. 它只有在下午5点的时候这个门才可以打开。哈努曼，哇哦！看看整个寺庙的一个效果。你会发现啊，现代的印度教寺庙啊，跟以前就是在柬埔寨吴哥时期啊，有点不太一样了。很多神的造型啊，在现在已经变了一种风格。今天的化缘没有白费，化到一份晚餐。他们的晚餐也不便宜，好像一个晚上，好像晚餐是要148。是今天晚上有一个媒体招待晚宴，看看海鲜，帝王蟹脚。是螺、扇贝、八爪鱼、三文鱼、金枪鱼。这一片是印度食物。开吃开动。第二天下大雨了，朋友们。昨天因为被邀请去参加活动，所以昨天的预算咱们没有花完。那今天我们再继续的探索新山这个地方。这平时在路上走的人也特别的少，他们人都去哪儿呢？据我研究，他们都在商场里面。先来吃肉骨茶。进来，哇，好多人呢！这下午3点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。行吗？哎，可以排骨的吗？可以调啊。上面腐竹是我另外加的，如果单点的话是没有腐竹的。然后我要的这一份啊，全是排骨，加上自己也是单点的这个肉丸子。单人份呢就是只有4条排骨，跟他问了。然后这个猪肝是送的，我不怎么吃猪肝。点淡淡的酱油味，在大马吃了那么多肉骨茶，我还是觉得真的是8升的这次好吃。大部分其他店家都已经没什么药味了。刚才肉骨茶总共吃了38马币，哎呀，这个钱啊花不完啊。这个是新山比较大的一个商城，我们现在来商城里面溜达一圈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都在商场里面。一进来真吓人，朋友们，果然都在商场里面。还有卖房子的，顺便了解一下房价。所以我们的这个的话，如果讲说平方尺的话，大概是在550块左右，48万。啊，对，是82可以做到3个房间。对，还有公摊吗？你们没有公摊这个概念，就是说82里面住的就是82是吗？还有游泳池的吗？我看到中间有游泳池，然后烧烤区域。它这个是算商用的还是算居民住的？居民住的。40多万的话，折合人民币也不贵啊。了解了一下马来西亚的房价，它的房价好便宜哦，1平方米大概就是1万出头一点。但是呢，问题是，如果外国人需要买房子的话，需要全款现金。高薪聘请销售主管，关键是自媒体创作者。哎，我是不是可以应聘一下？我觉得是不是马来西亚的天气比较热，所以很多东西都放在这个商场里面。我发现这个商场几乎已经全是美甲的、按摩的、美发的，基本被这3大行业都占据了。而且呢，顾客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新加坡的。马来西亚电影院，我们随便选个座位，看一下要多少钱呢？哎，很便宜啊，朋友们，一张票才17马币。我还是有一种逛小商品市场的感觉。我是歌手，卡拉 OK， 看了一下，一个小包厢是70马币1个小时。我们把最后剩下来的钱用来按个摩吧。我们来按一个这个，脚跟背合在一起的69令吉。这边也是可以用支付宝的。哦，这样的一个环境，这看起来怪舒服的。到了我享受的时候啦！幽静的环境里面看着变形金刚。现在的总共的花费是192令吉，包含了3顿餐、几次打车，
然后一些水、蛋糕，还有按摩，还有景点门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我正在享受按摩呢，我们下个视频见了。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3国马来西亚。好了，我这边做完按摩呢，就要去新加坡了啊。